新迷宫爆裂5声后，辛玉坤导演的新片热搜一改我们对他的既有印象，从早年的农村背景，换位到了钢筋水泥森林的都市中。聚焦的话题则是我们很容易感同身受的舆论反转。什么是舆论反转？一则新闻事件发布后，网络舆论先后酝酿爆发，风向不断转变。新的信息突然披露，全网观点迅速转向，当事人的人设反转。最终，事件消解在后真相时代浩如烟海的信息流中，让人看不清也想不起事件最初的原貌。辛玉坤这次抓住的就是这些网络现象，他们被一个个掰开，揉碎了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简化矛盾，而是直面现实，用锐利的视听和戏剧冲突，讲述了一个不断反转的故事。这里的反转不是类型意义上的，而是舆论话题意义上的。故事围绕周冬雨饰演的自媒体主编陈妙展开，这是个特别值得玩味的角色。他有瑕疵、不完美，但反而更真实、更有力量。前期的他用行动阐释什么叫有热点不胜天理难容，为了获取粉丝沉淀，引入更高投资。陈妙刻意煽动炒作，一手炮制出女生校园霸凌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大众对推人女孩张小穗的网暴式审判，赚足了流量。但几天后，张小穗选择跳楼轻生。影片开场的一幕以一系列蒙太奇共同组成，热搜界面铺天盖地的谩骂陈妙的咖啡，每个环节都象征着对张小穗跳楼的间接助推。此时舆论瞬间反转，网友开始指责陈妙的公众号吃人血馒头间接行凶，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陈妙就想出了收割新流量的办法，把锅甩给骂人的网友，并采访张小穗的妈妈，利用她声泪俱下的视频来进行自我洗白。对于网感超强、深谙网友心理的陈妙而言，她的流量密码就是抓最极端的话题，爽最底层的情绪，持续打造话题间的对抗感。但随着陈妙收到了张小穗跳楼前的遗言，陈妙才发现这两步都走错了，自己成了被资本大鳄利用的舆论工具。校园霸凌事件只是转移注意力的水上事件，水下藏着的是富豪连环性侵女孩的大案。两者紧密相连，前者的发酵热议只是为了遮盖后者的声量，看似慈善的公益学校，实际上是知名富商们的罪恶聚集地。富商以公益的名义掩盖罪行，挑选女孩作为猎物，让她们成为性侵的目标。这些女孩在遭受性侵后，不仅面临身心的巨大伤害，一旦尝试在网上为自己发声，就会被做局、泼脏水，甚至承受来自全网的指责。由于我们所处的新媒体环境越来越碎片化、片面化，一味追求时效性，事件很难被完整的呈现出来。与此同时，人人都有麦克风，我们看似是按自主意愿说出每一句话，打下每一行字，但往往在不经意间被当枪使。张小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被害者，她被定性成校园霸凌女标签。不会有人想到霸凌背后其实潜藏着更为庞大的黑幕。当陈妙醒悟到幕后真相时，她也愿意不惜一切去为搏命的被害者发声，为自己曾做的事负责。然而，由于这起案件并非简单的性侵，还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受害者，复杂的权钱交易。陈妙的揭露也迅速引起富商的全面威胁和打压，对方的公关团队更是制造出一系列黑料，让张小穗、陈妙的人设相继崩塌。网络争论愈演愈烈，热搜背后的舆论反转战就此拉开帷幕。一群自媒体人靠每个字的力量去尖锐反抗强权。接下去的故事就此不再剧透，但可以说的是，以上作为电影开局的走向，就已经拉扯出非常复杂的社会面貌，而事实的全部真相还要被反转好几轮。从角色间激烈对抗的言语文字，到滑动的微博界面，双方每次一来一回，调转矛头，出牌上热搜，仿佛都能让人看到刀光剑影。在各执一词的对峙中，没有绝对的真相，只有谣言与真相的不断交织对冲，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峰回路转。而就算被逼到绝境，陈妙也能越挫越勇，说大家不敢说的话，做大家不敢做的事。剧情的前后伏笔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巧妙收束。热搜最出色的地方在于，他把这几年来成为常态的舆论反转进行了深度解剖，把制造热搜的全流程都明晃晃地摆在台面上，告诉大家为什么受害者发声有时会那么难。片中陈妙在舆论场上实施的大量战术，利用的是弱者围强、沉默螺旋反沉默螺旋、舆论倒戈等传播规律，结合剧情，能让观众瞬间理解到我们日常的舆论环境究竟是被什么规则塑造出来的。总结起来，就是弱者优势，情感强势，轻者为重，次者为主。借的初始概念是强者和弱者，在现实世界中强者恒强，但在舆论世界中，往往弱者会占据优势。舆论场看似是现实世界的镜子，但它运行的规则却是与现实相反的方向。如果说现实是物竞天择，强者生存，那么网络则是鱼竞天择，弱者生存。于是陈妙在对峙的时候，给对手越捧造成一种在意一时胜负的假象，以此迷惑对方，但其实他心里一直很清楚，
一时的胜负不代表最终的胜负，一时的弱势反而能赢取到未来更多的同情和信任。经常被拿出来说的沉默螺旋这个概念，透过电影的剧情，也拥有了一正一反的双重阐释。通常意义下，沉默螺旋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愈发强势，沉默扩散成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导致人即使对明显不公义的事也敢怒不敢言。正如张小穗母亲观念成就，对自己女儿被害的真相不置一词，其他女性受害者也在一开始犹豫沉默。上层的资本大鳄全程隐身，仅仅只是让手下的团队甩黑料，就能让底层的被害者们失语。但随着舆论的不断发展，反沉默螺旋也由此而生。持少数意见的人发出的评论，反而更容易被注意到。他们说的话反而容易使多数意见的公众形成舆论的倒戈。当一个受害者愿意站出来后，越来越多的人都会站出来发声，并迅速凝聚成舆论风暴的力量。这也是电影让人感动的破局点。一群女性拼尽所有去自救与互救，捍卫真相与良知。网络时代，每个热搜背后都是对人注意力的争夺，争夺关注，更争夺情感，争夺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也都有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对象，被带完节奏后马上去追逐下个热点。热搜揭示出当下新媒体环境的各种疑难杂症，同时也留给我们欣慰与希望。真诚勇敢发声，是为了减少现实中强权对弱者的倾轧。网络可以杀掉一个人，但庆幸的是也可以救人。